好了，那么今天小狼给大家伙带来了这个是合金弹头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版本啊，来自于咱们的 NGP 版的合金弹头第2任务。这次咱们选的是一个红色头发加红色帽子的小妹儿啊，非常的漂亮啊，大长腿，而且大头娃，铁头娃啊，非常的狠。这个应该是正版的 SNK 游戏啊，但是这个 SNK 的合金弹头呢，确实你说在各个平台上吧，你说你有这个这么强大的 IP， 你不做个作品是不太好啊。很多人说小狼，你看你老做什么合金弹头1.2、1.2x3、4、5、6、7都做过，包括各种改版，什么最后的弹头，什么敌兵重置，什么多载具，全都做过。哎，你做过这么多，你就不能对吧？做个再多一点。那这回咱们看到啊，做的是一个这个 NGP 版的第2任务。这个视频呢，应该说比较经典了啊。事实上，咱们虽然说做的是最速通关，但是个人来讲啊，这个游戏还没有大伙想象当中的那么难吧？这个咱们毕竟作为这个平台上，咱们说实在话，让你有可玩性，而且咱们选的难度呢也是正常难度啊，并不是最难，所以说也就那么回事儿。好了，可以看到来空中做了一个交互。可以看到也是一个小妹儿啊。咱们正常是有飞机，然后有坦克，而且坦克也是风格一样啊。但是可以看到，我操，这个坦克咱们也是可以利用这个 AB 啊，就是快速的把它给扔掉，然后呢形成一个高额的伤害。不过这里面可以看到，咱们这个小妹儿可以随着坦克呢直接飞出去。正常的咱们人应该跳出来才有啊，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好了，可以看到又是亘古不变的这个将军的部队啊，就是咣一顿炸呀啊！你看他那个旗帜啊，一个叉，他这个多多少少有点映射那个传说中呢，当时咱们2战的那个德军的感觉，有点映射。德军那个不是万吗？啊，这是个叉啊，这个感觉特别嘚儿。好了，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直接啊，新兵卡出来，直接坐船卡出了 bug， 然后 Mason fail， 我操！好了，直接做小皮艇，哇，这个小皮艇也是逗死了啊！看看一顿滑。这个地方感觉好像就是为了来炸桥一样，看到没？就是在炸桥啊！来看看小妹儿，明显是皮划艇冠军，这个多多少少有点理解不了。其实咱这个游戏也有那哈利们性感，还有这个，比如说像雷之类的东西啊，各种都有。来看看第6关通信，它这个介绍啊特别多。刚才那个水关那个地方呢，咱们为了快速通关啊，直接就坐船，然后下滑，然后来到第5关这个。就是大概是这个情况。不过这每一关啊都比较小，它这个关呢只是一个任务。Mission 就是任务的意思嘛。你看咱们那个 Mission Impossible 啊，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就是碟中谍啊，大概是这个情况。基本上呢也不是你像刚才那个炸桥那个，它就没有 BOSS， 它就是一个让你这么一个炸桥的这么一个效果啊。好了，看看连续的蹦，这里面也有老头啊，老头也是可以给咱们补给的。你这个大概都是这个意思。好了，看看这个老头。你看背景音乐也是非常好听啊，都是能听得非常清楚啊。好了，再下一个据点，这个据点极刑啊，这个名字反正给咱们的中文的翻译啊，这其实也不能叫中文翻译。其实要说啊，日本的这个汉字啊，那他都说明白了啊，叫汉字。汉字呢，通俗意义上来讲叫汉族的文字是吧？大概就是秦始皇统一文字了之后呢，没几年就被这个刘邦夺取天下，然后就没有然后。好了，可以看到这回是坐飞机。其实开着飞机，你看像敌方这个飞行兵啊，那纯属是扯犊子啊。那跟飞机，它不是跟飞机干的问题。你再牛的这个人体操纵机，它也没有那么屌啊，对吧？它能跟飞机一个速度吗？啊，所以说多多少少呢有点假啊。所以说你像战斗机行，那直升机那更嘚儿了啊。来看看接下来呢，咱们应该能比较了解啊，像咱们的。基本上打到一定的大关的时候，都有一些 BOSS 啊，你不打 BOSS 的话是没有意义的。可以看到，终于是来飞机了，屏幕一直往下滑。由于咱们这个平台的问题啊，这个实在是，咱们的这个没有，就给人一种感觉没有这个256真彩色啊，感觉好像这个画风也好还是什么也好，都确实非常简朴，来自于柬埔寨的游戏是吗？这非常简朴啊。好，落下来，这个场景有点像《合金弹头3》的
传说中的倒数第2关，也就是上天之前的那一关。好了，可以看到吃 M 也是一种子弹啊。来看看雷，底下那个 BOMB 大家伙都知道，这个叫 bomb， 这个就是雷的意思。好了，看看敌方的这个装置扔出来，他扔出来那个炮弹居然还是泡弹啊，可以粘墙然后弹，这个设定也是第一次看到。不过可以看到这个游戏真心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啊，有很多人觉得玩这个你得记住一件事啊，就是街机的游戏永远是要比家用机的要入手难一点啊。家用机是什么呢？家用机是入手特别简单，玩好了特别难。街机是入手就特别难，玩好了更难啊。因为街机毕竟是什么呢？你去花钱买游戏币，然后投币玩，你对吧？老板是要赚钱的，而家用机呢？你说白了，家用机，对吧？你太难了就没人玩了，对吧？就是我说的没人玩的，就是也有花钱玩的，也有花钱去游戏厅玩的，就是在咱们这个中国嘛啊，在咱们国家嘛啊。但是那个时候毕竟买不了正版的，谁家长也不可能给这个小孩买游戏机。你要知道给小孩买游戏机的家长那是多么开明的家长啊！咱不知道那个最后孩子怎么样了，但至少我认为呢，那家长的真是。那可能就是生日礼物，或者说是考试考得好了啊，怎么地的啊？大概就是这么个奖励制度啊。但是事实上那个时候能买个小霸王就不错了。这个家用机呢，大多数尤其是掌机啊，让你玩的爽，加上以后呢，它出续作呢，你玩的爽了，你就可以这个再买它的新作品嘛，不是？好了，刚才又是跟一个小伙伴会合，大家伙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眼熟？非常的眼熟。Mission Start。好了，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直接，哎呦我去，一顿摇，可以看到摇那个这个叫大油罐子啊，绿色的油罐，然后呢可以去砸它，同时呢咱们扔4颗雷，你看身上雷啊还有3颗，哈利马性感，这个配音特别有意思。好，当然呢雷扔完了之后，然后这边直接就是再扔下一个大绿色油罐，但是没有用啊，这已经直接整死了。咱们跳下去呢，也是算是过关啊，无所谓。好了，可以看到这一关居然叫什么冰之女王，起名起的非常有意思啊，这确实是冰啊，都是在这个冰层雪层上来打，然后上来就是给一个坦克啊，这敌方的补给给的是真心好。咱们也可以看到，在地形方面上呢，也可以选择多种这个行进路线，还是比较可选性比较高吧。然后这坦克还是能跳。好了，可以看到这一关，大家伙记住经典了吧？这一关大伙不用想啊，你肯定有印象啊，就是这一关就是合金弹头1最经典的关卡之一。除了能往上扔这个定时炸弹之外呢，2个大炮筒呢还能发射激光，但是呢他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啊。那这个大伙都非常了解，基本上就直接炸死的感觉。好了，又是利用 AB 扔下去了，但是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好了 ，Mason 31，我去要塞，有很多关卡呢，通过特殊的跳跃方式呢就跳跃过去了。来看看这边。如果说这游戏你想打完整版的话也行，它有很多的那个任务啊。小狼其实玩这个游戏呢，这个括弧啊，这个就是肯定是没玩过啊，就是但是呢是啥呢？肯定是看过别人玩。就是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你在网上我找这个录像视频的时候呢，它突然就有一种感觉啊，就是说，哎呀，你说我小时候要有这些游戏机多好，我小时候得多快乐啊！但是快乐的时光哪有那么简单啊？来看看现在这边上来就是开一个车，这个开车呢在合金弹头有一关也有一个小火车拉式，那一关是载具最变态的，可以直接载出4个载具啊，那个是最变态的一个载具。好了，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大伙儿看这个人物非常眼熟吧？是不是有点像徐锦江的那个角色？好了，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单挑一个小 boss 啊，就是像就是那个徐锦江啊，就干他就完了。好了，看看这边各种花式躲，一顿怼，近战啊，跟他一顿近战，最后直接捅死。其实正常来讲啊，这个咱们这个游戏啊，其实有很多人啊就觉得就是说，哎，小狼，我看这帮人玩游戏可简单了，为啥我玩就不行呢？我告诉你啊，你就玩的少。除了天赋呢很重要，但
但是如果要对一个游戏持之以恒，当然你不能手残啊，不能傻，你知道，你不能变嘚儿，对吧？你不能说你自己就是，对吧？1+1等于几都不知道，那不行啊。但是你只要但凡你能玩啊，你玩游戏是中手，你就把这一个游戏玩到烂，玩到你想吐，你就玩得好了，真的啊。所以说，你看这些大多数游戏，他什么游戏都玩得好，那是他有天赋。但是呢，他单独拿出一个游戏来玩的像人形踏死似的，就没有几个人，是吧？那所以说就得术业有专攻。好了，刚才你们也看到啊，这又是跟外星人有关。总之啊，这个咱们这个叉将军啊，他的这个后援外星人每次都跟他就是反叛，也不能叫反叛，应该就是他们合作的时候呢，每次都把他给耍了，然后每次屡教不改。你说是不是傻啊？多傻！咱们子弹方面上，你看可以扛炮筒。也可以吃那个燃烧弹，这个伤害非常高啊，确实非常高。好了，一顿往前走，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有点类似于像闪电火箭炮啊，非常的凶狠。闪电炮呢，在第一关上来的时候，大伙也看得到，而且呢，这个敌方的这个机械装置啊，太脆了，直接给打掉了。所以说，玩合金弹头，如果是8级难度啊，那是相当的难。如果不是8级的话，那就不用说了啊，那真是简单。好了，这个要塞一层一层往下打，基本上都是外星人和这个叉军队啊一起打的。然后在路线方面上，你看也有很多地方可以选择。刚才呢可以直接出门，然后这边呢是过了一个图之后再出门，马上再过地方。这个关卡方面上，你可以看到这边基本上啊都是一个大型的要塞，一个叉军队和外星人的要塞，你就怼就完了。好了，落下来，提前扔一个雷。那个 B 的话呢，就是加雷的意思。好的，你不怕摔死呀，大哥？好了，这在摔的时候还能控制下落方向啊，这个多多少少有点像伞兵突袭了。直接过图，地图呢非常的复杂。好，又是开小火车。这个叫工程挖矿车，好的，速度非常的快。这里面可以看到有这个叹号提醒咱们呢，是可以变换路线，以及要小心那个刺儿。又是徐锦江撇小刀，前期又要忍他几个飞刀。好了，你可以看到，咱们可以通过这个特种方式呢，可以让咱们把他那个飞刀给抵消掉。这种呢，好像是一个小技巧。这小技巧呢，以前我肯定是不知道的啊。来看看 Heavy machine gun Heavy machine gun Heavy machine gun。 好了，这个声音啊非常的声音非常的生硬死板，不像那个咱们街机版的合金弹头啊，就非常的流畅啊。这里面好像是后配音配的不太好。来看看，这是一个高达，站在高达上面一顿左右晃。而这个地图正在走啊，这个地方呢，咱们肯定是要有方式和技巧，咱们肯定是要等一等，他走到某一个位置。好了，等发射3发跟踪炮弹，但是对咱们根本就没有影响，直接扔手雷，把炸弹扔掉，还剩3发。好了，这个位置咱们这个流大鼻涕这个经典的姿势啊，可以躲掉炮弹，这招太赖了，真心恶心。好了，直接过门。刚才不打呢也无所谓，你快速打死之后，他也没有移动到这个门的地方。好了，可以看到 Mason 38，这个地方一上来就是各种大激光。我去，好了，雷的话还有14发，但是没有发，选择用普通子弹加上那个机枪去打，而这个伤害啊非常的大，你可以看到这个基本上装置没打几下就死了。再拆掉这个装置。上方的人肯定会斜角发子弹，我一猜就是啊，我能猜得到啊，一猜就是斜角发子弹。又是打爆这个要塞，然后马上往左边跳。咱们可以看到背景音乐没有，就是一个警告的音乐啊。好了，这个剧情多多少少有点像那个绿色兵团，最后也是阻止这个核弹的发射啊，就是这里面咱们不能说阻止核弹啊，大多数感觉好像阻止这个火箭飞船一样。好了，可以看到现在。火箭头上直接飞走，哇，这明显是外星科技了啊！这不用想了，这你敢说是人类科技啊？我去，这是什么死亡丧钟？
好的，还会螺旋转，被这转一下，那死的老惨了。好的，直接怼爆成一个壳子。这里面还是无生命的啊，看来是一个啊有生命啊。然后出来个小伙伴，不知道咋回事就被炸死了，真心太惨了。咱们看看两个人汇合，敬个礼。但是刚才我好像没看错的话，这个小妹儿应该是用左手敬礼。好了，坐上火箭兵，然后直接大火一吹，最终可以看到啊，还是出来了，你这每次啊都整得非常有悬念，就感觉好像是要死了，其实没死啊，就活过来了。呵呵，这你不得不服啊，就是英雄就是这样的啊，子弹总是在他身边擦肩而过，无论身中多少枪，最后都能活，而坏人就是一枪就死啊，就是坏人拿冲锋枪扫就是扫脚面，就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好了，可以看到这边。对于这个外星方面上，你看底下明显也是啊，阻止了外星人的入侵，然后经过怎么样啊，也是把他打回老家等等啊，宇宙人等等什么恶者，你看看都能看明白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好了，可以看到 SF 小妹儿确实长得好看，你别管这个咱们漫画，别管这个画风很简朴，但你能看出来这是一个超级美女啊，明显有人可以把她娶回家当成老婆的，我不说这事谁知道啊，对吧？啊。当然了，今天呢，咱们视频也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啊！感谢大伙的收听。如果大伙喜欢小狼解说，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同时，在微信公众号和小狼小程序当中，搜索“小狼解说”啊，小程序当中搜索“小狼解说”，关注一下啊，里面有很多有趣好玩的彩蛋，希望大伙能够前去支持。咱们下期再见。